这台 K300 音箱不只是一个能唱歌的音箱，它更像是一个客厅娱乐入口，平时可以听歌看电影，想热闹的时候又能直接开麦 K 歌。对于现在节奏很快的家庭生活来说，它带来的不只是声音，还有一家人愿意聚在一起欢乐的玩一会儿的情绪价值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来测一台漫步者比较特殊的有源音箱 K300 多功能一体式 K 歌音箱，这是漫步者单独放在 K 系列里的家庭 K 歌系列产品，所以这一期我们重点不放在参数上，也不把它当成普通的蓝牙音箱来听，我们直接放到真实的客厅环境里，看看麦克风延迟、人声清晰度、混响效果、伴奏压制，还有大音量下会不会容易啸叫。音乐试听我也会做， K 歌体验才是主线。老规矩，先试用后拆解，看看客厅里唱出来的效果，后面拆开再看它内部的电路，看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。测试之前，我们先来看外观。这台漫步者 K300 到手以后，第一感觉就是体积不算小啊。打开以后有主机、2只麦克风、遥控器、电源线、同轴线、音频线、说明书，还有麦克风收纳包。整体配件给的比较完整，尤其是这个麦克风的收纳包，至少说明它不是临时塞进2只麦克风进来凑数。再来看音箱本体 ，K300 的外观走的是复古家居风格，正面是一整块大面积的网罩，中间是漫步者的标识，底部有英文的漫步者字样。它没有做成那种满身灯效的广场音箱风格，整体更像一台可以长期放在客厅、书房、电视柜旁边的家居音响。箱体的边角是圆润处理，正面外框有一圈包边，底部是金色铰链，视觉上没有太强的工业味儿。顶部是一排实体的旋钮和按键，金属质感比较明显，操作区集中在上方，摆在桌面或者电视柜上都比较顺手。这台机器官方有木纹色、贝母色、珍珠黑3种外观，木纹色更接近传统音箱风格，贝母色偏北欧家居，珍珠黑则更加稳重一点。我手上这台是贝母色，实际摆在客厅里存在感是有的，但不会像拉杆音箱那样突兀。2只麦克风的外观也和主机保持统一，银色网头配同色的机身，按键和指示灯位置比较直观。整体看下来 ，K300 的外观思路很明确，它不是要做成舞台设备，而是尽量把 K 歌设备做得更像一件家居产品。外观看完，我们直接来看这台 K300 的重点功能。它把音箱播放、无线麦收声、DSP 人声处理和客厅 K 歌场景整合在一起。第一个重点就是信号流控制技术，意思就是日常听音乐要保证高中低频的基本均衡，到了 K 歌场景又要对付人声的单独处理，让麦克风的声音更靠前、更自然，不至于一开麦就变成廉价的回声。第二个重点是它的 DSP 处理 ，K300 搭载的适合 DSP 处理器，并且内置 K 歌音效控制和混响算法。这台 K300 唱起来到底像不像 KTV？ 混响是不是自然？人声会不会糊？延迟会不会明显？这些都要看这套 DSP 处理做得怎么样。第三个重点是双无线麦克风，它用的是双 U 段无线麦，麦克风内部配置的是北京797电容咪芯。对于 K 歌音箱来说，麦克风它就是核心体验，收音清不清楚，抗干扰怎么样，2只麦同时用会不会串频、断续、音量不一致，这些后面我们都要进行测试。第四个重点是声学结构 ，K300 采用5单元声学架构，包含 1.25 英寸高音、2英寸人声单元以及 5.5 英寸中低音单元，再配合120瓦功率输出。这个结构不是那种单声道小喇叭路线，它明显是想兼顾音乐播放、人声表现和客厅声压。另外，它还支持蓝牙 6.0、LDAC、AUX、U 盘和同轴输入，同轴输入可以接电视或者投影，这就很适合客厅场景。所以这台机器真正要验证的就是这套无线麦、DSP、人声处理、5单元音箱系统组合起来，到底是参数好看，还是实际唱起来真的舒服？下一章我们直接进客厅实测。
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音箱混响强弱对比。我现在说话的这个混响的强度，它是默认值。现在调到最小值，这个是混响最小值，这个是音箱的混响最大值。音箱混响最大值。现在是音箱的防啸叫测试，这个是正常的音量啊。现在我是正常距离，我再挨近一点，这样说话它也不会啸叫。声音调大一点，它一样的没有啸叫。说话的时候它也没有啸叫。这个效果还算是很不错的。2个麦克风同时使用，左手一支，右手一支，2个麦轮流唱，2个一起唱，主要看声音的一致性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双麦同时使用，它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。兄弟们，这台漫步者 K300 有源 K 歌音箱，在我的客厅实测跑下来，它的产品性格其实已经很清楚了。先说音乐听感。K300 不是那种追求绝对监听、极致解析的音箱，它更明显的优势是低频氛围感和客厅的娱乐感。几首固定曲目听下来，它的鼓点比较足，低频能把空间铺开，没有把中高频和人声完全盖住，像人声、背景乐、打击乐这些元素都能够分得开，不会糊。这个调音方向也给后面的 K 歌体验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再说麦克风部分，麦克风响应自然，日常唱歌没有明显慢半拍的别扭感，混响默认状态下也比较讨巧，人声能被适当拉开，有 KTV 的氛围，但不会一开口就变成山洞的回声。啸叫测试，正常客厅距离下使用是非常稳的，双麦同时使用也能满足家庭合唱、朋友互动这些场景。真正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K 歌实测，实际唱下来 K300 的感觉就是很轻松，伴奏低频能拖住气氛，人声不会被完全压到后面，唱老歌、流行歌、抒情歌都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。如今这个时代，在我看来，能把一家人重新拉回客厅的娱乐入口，音乐一响，麦克风一拿，气氛就起来了。这种家庭欢乐互动的价值，确实是参数写不出来的。所以我对它的评价很明确，这台 K300 音箱不只是一个能唱歌的音箱，它更像是一个客厅娱乐入口，平时可以听歌看电影，想热闹的时候又能直接开麦 K 歌。对于现在节奏很快的家庭生活来说，它带来的不只是声音，还有一家人愿意聚在一起欢乐的玩一会儿的情绪价值。最后我再放一个电影片段当做结尾的彩蛋，别看它是单体音箱，但放在客厅里看电影，不错的低频带来的沉浸感确实比我的预期更强。测试为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车载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载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